他是战斗民族最牛的男人，仅用180秒就从集中营偷走了一架德军飞机，并从德军眼皮底下开走，带上9名战俘成功逃回祖国。一次工作中，德维塔观察到德军吃饭的时候会轮岗，中间有3分钟的空档时间，这是他们逃走的最佳时机。于是几人开始模拟在行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他们需要在180秒内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但这点时间似乎办不到，而且飞机里的标识全是德语，想要弄懂需要更多的时间。监工说他懂德语，可就算这样，时间还是不够。这时，一旁的同伴想起，在不远处的森林有架一模一样坠毁的飞机。隔天，几人就被安排到附近工作。看着警卫正在烤火，监工主动上前询问帮他加柴，目的就是能支走德维塔。而柴火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德维塔迅速跑向飞机残骸，来到驾驶舱，他熟悉着飞机的操作方式。为了尽快弄清每一个设备，最后他将所有标识撬下。也就在这时，警卫走了出来，他不小心将名牌掉到地上，金属碰撞的声音立马引起了警卫的注意。他端起枪朝飞机走去，好在警卫并没有发现异常。德维塔提前躲到里面，因为光线黑暗，他借机逃了出来。同伴们都紧张到了极点，以为今天在劫难逃。德维塔却突然出现在警卫身后，见他还在，也就没有怀疑。有了这些标识，监工将它全部做了翻译。至此之后，他们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都在拼命背这些标识牌。因为动静太大，深夜有人出去举报了德维塔。德军冲进营房，把所有战俘都叫起来。德维塔顿感不妙，立马将牌子藏进被褥。好在上来检查的是监工，他把东西替换了，德维塔这才没有被发现。期间后，眼看时机成熟，趁守卫吃饭轮岗的时候，让监工上前跟警卫搭讪，找话题吸引他的注意。一名同伴则绕到后面，想借机干掉警卫。就在准备动手时，地面突然发生了爆炸。但是苏军的轰炸机正在袭击这里，他们四处逃窜。德维塔躲避的同时，还在祈求不要炸到机库，因为这是逃走的唯一机会。可偏偏这时，一枚炸弹正好落到上面。幸运的是，它没有爆炸，炮弹被顶棚卡住。为了确保这唯一的希望，德维塔喊住军官，他说自己可以拆除炸弹，但军官却产生了怀疑，问他为什么要帮助德军。他只好表示自己需要食物。就这样，他骗过了军官，于是拿起工具直接爬上飞机。这枚炸弹的分量着实不小，如果爆炸，整个机库荡然无存。德维塔将铁坠戳进一个小孔，准备将其拆除，结果炸弹突然下滑，德维塔被惊出一身冷汗，赶紧将炸弹抱住。如果掉下来，整个机库荡然无存。好在有同伴过来帮他，在2人的配合下，他们拧开楼盖，取出了里面的引信。趁同伴搬走炸弹的同时，德维塔转头看向驾驶舱内部，他要了解每个设备的位置，因为男人正在计划偷一架德军飞机越狱。另一边，德军高层已经发现有人调换了战俘的证件，长官找到投降的苏军飞行员科里亚，希望他能协助找出这个人。科里亚本想拒绝，但长官告诉他，这个人是他认识的飞行员，如果让他逃回去，你的父亲就会知道你是叛徒。在长官的威胁下，他只好答应。隔天，科里亚跟随来到集中营，他刚一下飞机，德维塔就看到他了。随后德军集合了所有战俘，科里亚在人群中逐个辨认。德维塔非常害怕，这次恐怕在劫难逃。眼看科里亚朝他们走来，一名战俘突然冲出袭击他，其他同伴则赶紧调换了2人的位置。为了帮助同伴，他牺牲了自己。等科里亚回头继续检查时，好像有所察觉，但并没有发现。德维塔这才得以逃脱。经过此事后，他意识到不能再等，德军已经开始怀疑他了。于是几人打算今天行动。很快到了德军午休吃饭的时间，正是下手的好机会。监工慢慢走向卡车，准备将看守他们的警卫干掉。结果被他接住，没有刺中。见他失手，同伴迅速冲过去，因为长期缺乏食物，几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他困住。他们合力解决了警卫，一名战俘迅速换上他的衣服，然后押着几人走向机库。监工拉动电闸打开了大门，可要想开走这架轰炸机并没有那么容易。按照原计划，他们每人负责一个部件，进行起飞前的准备工作，但速度要快，他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德维塔则爬进驾驶舱，熟悉所有的操作设备。当他拧动开关却没有反应，慌难之余，他突然意识到还没通电，所有人又开始找一个大箱子。等接通电源后，仪表盘才正常显示。德维塔准备启动，却误将涂弹舱打开。几次尝试，总算找到了引擎的启动开关。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登机准备起飞。可就在这时，巡逻车出现，好在他们没有注意到机库，同伴迅速将大门打开。与此同时，没有找到人的科利亚只好回去，但在路上他突然想到什么，于是立马调转车头。几人将飞机开出机库，从德军的眼皮底下将飞机开走。士兵还以为是自己人，竟没有一个人察觉。他们径直将飞机滑向跑道，在里面几人找到了地图。德维塔加大马力准备起飞，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同伴被甩得人仰马翻，眼看就要撞上铁网。德维塔一个急转弯将飞机停了下来。
赶回来的科利亚发现机库的飞机不见了，在车底他们找到了警卫的尸体，德军这才意识到有人逃走，就在监工下去检查飞机时，发现德军已经追上他们，同伴都很惊慌，如果被抓到只有死路一条。德维塔将飞机开向起点，准备重新起飞，德军势必要阻止他们，因为飞机上有 VR 导弹的资料，还有基地的位置地图。长官驾着汽车追上飞机，德军拼命朝他开火，绝不能让几人逃走。德维塔加速再次起飞，同伴上前一起推动操作杆。可这次还是失败了。此时的科利亚绕路，将车横在跑道中间，试图拦停飞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们竟然真的成功起飞。科利亚感到不可思议。几人终于逃出集中营，大家落下了激动的眼泪，总算可以回到祖国。但德军不会轻易放走他们。很快，科利亚驾着战斗机追了过来。德维塔知道这是一场恶战，他立马让同伴操作机枪。科利亚从身后追着他们拼命开火，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如今却要置他于死地。眼看科利亚不肯放手，同伴也开火回击，但经验老道的科利亚会躲到飞机后面，利用机尾挡住他们的视线。等德维塔调整飞行角度后，两人相互射击。后的机枪手被打中，科利亚逼他赶紧降落，见德维塔没有反应，于是又瞄准飞机开火，想将他们击落。可这时机枪却没有子弹，同伴则趁机开火打中了他。德维塔不愿抛弃曾经的兄弟，想带他一起回去。此时的他或许有所触动，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于是科利亚飞到上面，试图将他们撞下来。同伴见状，赶紧拆下机枪，直接对着科利亚射击。飞机中弹后立马失控，坠机前科利亚祈求德维塔替他保密。但好在并没有爆炸，他们爬出机舱，以为成功获救。这时有士兵追了过来，没有弄清身在何处的几人，赶紧起身准备拿枪战斗。可身后的士兵将他们包围，一个同伴注意到这是自己人，看到苏军，几人面露喜悦，重获自由的心情难以言表。确定是自己人后，苏军冲上去解救了他们。这是发生在二战的真实事件。影片中男主的原型叫米哈伊尔·德维塔耶夫，他在一次巡航任务中击落几架敌机后中弹被俘，因为不愿归降，被辗转送到了集中营。在1945年2月8日这天，趁德军换岗松懈的时候，他带上9名苏军战俘，盗取了一架德军 H-111轰炸机，成功逃出集中营。回国后，他们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根据几人带回的地图，在德维塔的确认下，苏军将德军的基地全部摧毁，包括那个 V2 火箭研发基地。他们带回的火箭资料也为后来的苏联在火箭研发上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就比如苏军改名的 R1 火箭。但对他们的离奇逃亡，蓝帽子的军官颇为怀疑，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没人能开走那架轰炸机。之后他们被带走审问，无论他们如何辩解，始终没有得到苏军的信任。其中2人被判处无期，7人被派往前线继续作战。此后的12年间，德维塔经常被带走审问，直到有一天他再次被带走，但这一次不再是审问，而是授予了他英雄的称号。他们最终得到平反。至于科里亚的事情，德维塔自始至终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偶然一次，他碰到了科里亚的父亲。即使被老人污蔑成叛徒，他也不曾说出实情，因为这是他对科利亚的承诺。老人清楚这样讲对德维塔不公平，他只想知道实情。虽然德维塔没有回答，但从老人绝望的眼神中，他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这个无比忠于国家的老人只是无法接受儿子叛国的事实，而对于德维塔，他也不清楚为何会突然得到信任，或许是因为时代变了，也或许是因为他始终没有背叛。